Hello，大家好啊！歡迎收睇我嘅 channel。我呢就嚟咗深圳生活都有幾年啦，所以就好希望今年可以喺深圳買到樓，擁有返一個自己嘅小窩居嘅。同埋呢，我覺得買樓其實係一件幾複雜下嘅事咯，所以我想拍返幾條片去記錄一下我買樓嘅成個過程。同時呢，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香港人喺深圳買樓需要點買呢，同埋需要準備啲咩呢？呢條片呢，就係關於我喺深圳買樓記錄系列嘅第一條片啦，係關於睇樓嘅。買樓之前肯定要睇樓啦，係咪？我呢就上網揾咗一張關於深圳各區房價嘅均價地圖啦。因為我平時工作生活都喺南山區，所以其實都會希望可以喺南山區買到合適嘅房咯。但南山區嘅房價實在太貴啦，而我買房嘅預算都唔係好多，所以就唔單止考慮南山區啦。首選嘅話就肯定都係希望係南山區咯，因為生活工作都會比較方便，而且南山區發展都會幾好啦。但以我嘅預算，應該可能只可以喺南山區買到一個二手嘅小兩房。南山區嘅新樓盤我就唔需要考慮啦，因為基本上都係總價差唔多上千萬，而且首期需要少幾百萬咁啦。所以我就都考慮有寶安區同埋龍華區，同樣嘅預算喺寶安區可能可以買到一個稍微大少少嘅二手兩房咯，但間房嘅路段同埋可能嘅保值潛力啊發展方面就可能相對差少少。喺龍華區嘅話，其實龍華區嘅新樓盤可能比較多啲咯，可以買到新樓盤咯。但住喺龍華，然之後工作喺南山區嘅話，其實每日嘅來回交通就會比較麻煩咯。所以我喺考慮咗一圈之後呢，就暫時將目標定喺南山區同埋寶安區啦，就想盡量靠近前海片區啦。但係以我而家嘅預算呢，就想喺前海買呢，就基本上係冇可能㗎啦。一開始睇樓呢，就係自己上網 download 咗幾個睇樓嘅 app 啦，同埋都揾有中介經紀咯，就係佢哋會根據我嘅預算同埋需求，會推薦返樓盤俾我嘅。我睇嘅第一個樓盤呢，其實就係中介推薦嘅，喺寶安區嘅西鄉咯，係個二手樓。然之後都係一個小兩房啦。寶安嘅西鄉喺邊度？我揾咗張地鐵圖俾你哋睇睇，就係都係比較靠近寶安機場嗰邊噶啦，就係離南山區都會有少距離㗎。我哋而家就一齊去睇睇呢個樓盤嘅情況。呢個樓盤正對面呢，就係西鄉嘅汽車站啦。我哋而家係喺呢個樓盤嘅一樓大堂，隔離呢就剛好有一個信息牌啦，上面寫住我準備去睇嗰種兩房嘅單位呢，租可以租到5800啦。而呢度都有一個兩房單位去賣嘅話，其實寫係405萬，而我準備去睇嗰個單位呢，佢報價係388萬嘅，就可能有一啲樓層啊同埋戶型唔同嘅差別咯，可能均價嘅話大概係400萬左右嘅。我哋而家呢，就等住我哋嘅中介同咪溝通咯，放我哋入去。其實我覺得呢邊嘅物業方面都會比較嚴咯，喺人員車入嗰邊，其實係好事嚟㗎。呢個樓盤呢，就係冇地下花園啦，喺二樓會有一個空中花園咯，都可以睇到有唔少老人家會帶住小朋友喺呢度玩嘅，但係都唔算特別大啦，我覺得還算 OK 啦。但相對嚟講，我自己個人會比較鍾意地下花園多一啲。我哋呢，而家就準備上去睇睇。我哋要去睇個單位，都係屬於中高樓層㗎啦，比較高。呢個單位呢，一入門就有一個入戶花園嘅空間啦，可以放一啲鞋櫃之類嘅雜物。
而隔離呢就係廚房啦，廚房嘅話都幾方方正正嘅，然之後空間都 OK 夠嘅。然之後再入去呢，就係飯廳同客廳啦。客廳呢有一個小陽台，同埋佢整體嘅空間位置係都分得幾好嘅，夠用。小房間呢，小房間其實我係比較鍾意嘅，因為係嘅窗係非常之大，光線非常之足咯。而主人房呢，雖然有個陽台，但係光線都冇咁足，因為佢大衣櫃擋住。我哋睇睇呢個小陽台呢，就可以晾下衣服啦。然之後得閒出嚟企下透透氣，睇睇風景咯。佢嘅視線都幾開闊嘅，但係有少嘈咯，因為佢車流量都有少足嘅，少少噪音。呢個單位呢，整體嘅原本嘅裝修呢，其實都比較偏舊㗎啦。但係喺原本裝修方面就冇特別在意咯，因為係買二手樓都有計劃係花一小筆錢自己重新裝修一下啦。就係重新執過啦，塗下牆啊，翻新一下咁簡單裝修，所以對於原來嘅裝修就冇乜特別在意，我就主要係睇房間嘅嗰個格局啦，同埋夠唔夠大啊，客廳有冇陽台啊之類，主要都係睇舒服度咯。同埋原有家私呢都唔打算留㗎啦，因為自己而家租緊嘅地方呢都有家私，所以主要都係睇戶型啦。呢張圖呢就係呢個單位嘅戶型啦。其實我都會比較鍾意呢種戶型咯，因為首先係兩個房間啦，適合我嘅需求，因為平時就自己住一間啦，仲有一間嘅話到時以後爸爸媽媽嚟啊，或者其他朋友嚟啊，都有地方住啦。同埋佢嘅廚房同衞生間嘅地方，大細剛剛好啦，唔大唔細。客廳啊同埋飯廳啊都夠位置嘅。仲有一個入戶花園，可以放一啲雜物之類，所以整體戶型我係比較鍾意嘅。如果客廳嘅陽台更加大一啲就會比較好啦，因為我本身係比較鍾意種下啲花花草草咁嘅，所以就戶型方面唯一唔好呢，就可能係陽台細咗一啲。我哋睇返呢個單位嘅價錢啦，我一個星期前去睇嗰時，呢個單位報價係380萬嘅。然之後就有大概係63個方啦，然之後換算翻嘅話就430萬港紙啦，有500幾尺，平均尺價都要7000幾蚊咯。因為係深圳買樓呢，係至低要畀30%首期嘅，同埋按揭利息都幾高，係要5厘幾，相比香港就高好多啦。所以如果你想買呢個單位呢，就至少首期加埋啲稅啊，同埋其他手續費啊，落地都要83萬嘅。跟住呢，就月供大概要15,000左右。同埋想補充一點呢，就係呢個388萬嘅報價呢，係我一個星期前睇樓嗰時嘅報價咯。到翻而家我剪片嗰時呢，其實呢個報價就唔同咗咧，應該就上漲咗唔少啦。係啊，因為剛好前兩日啦，11月11號啦，就深圳出咗個政策啦，就係豪宅稅嘅內容調整咗啦。之前一個星期前睇樓嗰時呢，就係寶安區嘅豪宅線呢，買樓豪宅線呢，就係指360萬以上嘅住宅呢，係要交收豪宅稅嘅，即係呢個單位都要收豪宅稅啦，所以最終落地價可能要去到翻150萬左右咯。係啦，到咗而家呢，就改咗豪宅稅之後，就唔再以住宅嘅成交價嚟收豪宅稅啦，係改為以空間大細啦，係啦，單位嘅大細超過好似係140平方米呢，就要交豪宅稅啦。即係換言之，呢個單位已經唔需要再收豪宅稅啦。雖然唔需要再收豪宅稅啦，但係呢個政策一出就
好多業主咧就已經係調整咗佢哋嘅報價咯，就都紛紛上漲咗唔少咯，所以可能去到翻而家呢個單位就可能變翻報價400萬左右咯。係啦，真係賣房呢樣嘢真係一日一個價，心好攰。講翻呢個單位嘅一啲其他情況啦，呢個小區嘅一樓咧，其實就係商場嚟嘅，都比較大型啦，仲有其他一啲店鋪，所以日常生活其實係冇乜問題嘅，幾方便嘅。落到一樓咧就可以買嘢同埋食飯之類。但係喺一邊隔離咧，即係馬路對面咧，就係一片城中村啦，而呢個小區後邊都係一片城中村嘅。而對面咧，剛剛喺影片都可以見到啦，係一個汽車站，所以其實周邊嘅建築類型咧就唔係特別好咯，就係相對嚟講就係冇乜可以行嘅地方啦。而交通嘅情況咧，公車站咧就喺前面啦，小區前面就有，但係離地鐵站咧就有些少遠啦，大概需要行10零分鐘咁。而呢個單位嘅本身嘅戶型大小其實我覺得都 OK 嘅，即係比較滿足符合我嘅需求咯。而且物業我覺得都唔錯，但係咧就係呢個小區嘅區域路段咧係位於西鄉，呢一點咧就同我嘅期望有少出入但係都係可以考慮嘅。至於其他學位資源呢啲咧，因為我短期內都唔需要有到學位，即係冇有小朋友需要返學咯，所以喺呢一方面咧就唔喺重點嘅考慮範圍之內。所以總體嚟講，呢個單位咧喺我心目中嘅評價咧就3粒星啦，即係合格線，但係又唔係特別好嗰隻，仲需要對比返其他嘅單位啦。好啦，今集嘅睇樓嘅片咧就到呢度先，下一集繼續同大家睇樓，或者同大家分享一下買房需要準備啲咩資料咁啊。好啦，下集內容再見，拜。